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颖。癌症是现代人健康的最大威胁，因此防癌变得非常重要。透过中医的调理呢，把体质调回平和的状态，就可以达到防癌的目的。今天呢，我们就从体质谈起，看看中医对于改善体质呢，避免癌症有哪些做法。西医呢看肿瘤里边，第一步呢就是免疫失调。肿瘤的微环境出了问题 ，DNA 只要突变，当身体的免疫机制被破坏了，你这 DNA 被破坏呢，它会不停的形成恶性的细胞，但是呢，免疫系统又侦测不到它，它就只好继续生长啊。那有一天呢，就变成肿瘤了。那这个机制呢，就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immune escape。就是免疫逃脱，谁在逃脱？癌细胞在逃脱，逃脱了免疫系统的这些巡逻，所以呢，肿瘤产生最初呢，其实是跟 DNA 突变有关系。当这些突变呢受到微环境的影响，处于恶性细胞适合生长的环境，而免疫系统呢又抓不到它，这时候呢，肿瘤就容易形成了。中医呢认为肿瘤的发生呢，就是从虚开始的。比如说你是阴虚、阳虚、气虚、血虚的体质，当身体虚了，这些肿块就化不掉，没有办法被我们的正气给化掉。那当肿瘤的微环境是属于湿寒各种瘀各种癌毒适合肿块生长的环境的时候，身体的正气呢没有办法把这个微环境变成我们正常的气血调畅的微环境的时候，这就是正气不足，痰瘀就会累积，肿块呢就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最后呢就变成一个肿瘤。所以呢，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我们认为肿块发生的第一步都是功能不足，不论是免疫系统功能不足，或是我们说的正气功能不足，这些都是虚。正气呢，就是防卫我们身体受邪气入侵的机制。所以气虚阳虚的人更容易受到邪气的入侵。当身体呢是属于阳虚体质的时候，就特别呢容易有肿瘤。大部分癌症的人都是年纪大了之后比较会出现癌症。那这时候身体老化啦，阳气越来越不足啦，身体呢累积了毒性的伤害。那现代人生活是过度操劳的，会过度的透支我们的肾阳、肾气、肾精，那就容易有腰膝酸软。晚上呢起床上厕所2、3次，甚至4、5次。冬天到了手脚冰冷，非常怕冷，脸色苍白。肾阳虚的人呢，男性就容易有摄护腺癌，女生呢就容易有乳腺癌。那另外一种阳虚呢，就是有在长期用一些免疫制剂或者是长期使用类固醇这些会造成阳虚。那久了呢，也容易养成那种容易致癌的体质。像我有个病人他是接受肾脏移植的患者，因为他有先天的肾脏的疾病，很长期的需要吃免疫制剂吃了好几年的时间那手术后呢，来找我做治疗，我就帮他补肾养阴，避免吃生冷的食物。那其实呢，很久很久之后过去了，他还是觉得身体精神体力好。那这些就是抗癌的第一步要不然很多人呢，其实长期用这些免疫制剂久了呢，其实也容易呢，因为免疫机能不足，产生其他的免疫系统的疾病，或者甚至变成癌症。那慢性长期的压力也容易导致肾上腺疲劳，形成阳虚。特别是呢，有癌前病变或者是癌症家族史，本身又是阳虚体质的人。我有一个大肠癌的病人他是肝脏转移，那已经手术切除过了，后来呢，肝脏又有个小水泡，他就很担心他想说这个小水泡会不会有一天又变成肝的转移但是呢，我其实不想再做手术，也不想做化疗，然后身体又有个肿块，就觉得非常的焦虑。我跟他说，第一件事情呢，你就要放轻松，不要再让这种心神失养，造成你阳气进一步的耗伤。那他就下定决心，他就是生活方式呢、工作习惯这些过劳的生活方式或是过度的工作都把它推掉。过了半年之后呢，
目前他身体状况都是很稳定，那肝脏的那个小水泡也没有变化，那癌症追踪呢，其实也没有新的肿瘤在产生。那这其实就是正气充足，你身体就有抗癌的本钱。第二种呢，容易罹患癌症的体质就是血瘀体质。《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说了：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这些长期的压力情绪、紧张啊、压抑啊、不良情绪，这些人呢，你看容易导致这些气血运行各种的不顺畅。因为气血是一起运作的嘛，所以你气滞当然就血瘀啊，就容易有肿块的产生。那《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说啦：余之百病啊，生于气也。百病呢，都是由于气的病。那怎么会有这些病呢？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情绪导致气血的运作失常，各种异常的情绪，比如说你常常生闷气，然后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你就常常不能疏解开来，闷在心里面。那有一些忧郁的人啊，他又容易杞人忧天，有一点小小的事情，他就容易放大他的负面的后果，然后把这个负面的情绪把它放得很大。那这些焦虑的感觉，容易让他呢整天都心神不宁，也没有办法放轻松。这些呢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元代的朱振亨啊，在他的《格致语录》里面就有说，如果你常常忧怒、抑郁，你就会导致脾气消阻、肝气横逆，就会变成隐核。隐核呢，其实就是癌肿。那现代研究其实也发现说，忧郁的人呢，容易导致心血管容易发炎。那些循环障碍啊，确实也是发炎的风险因子。那确实很容易就形成身体的各种呢疾病的产生。我们的身体湿气，也就是水分、津液，如果化不掉，凝聚在体内，也是肿瘤的原因哦。所以《杂病源流析主》里面就有提到说，百病皆为痰作怪。内经呢，把胖的人分成3种：脂人、膏人跟肉人。脂人呢，就是脂肪很多，肉很松软；膏人呢，是肥在肚子，中广身材，大肚腩。那身体的津液代谢就不够畅通。肉的人呢，就是很像那种相扑选手，其实他肌肉非常丰厚，非常扎实。这种是属于比较健康平和的体质。那脂人呢，就是偏阳虚体质；膏人呢，就是比较偏痰湿体质。那痰湿体质的人呢，如果常常觉得困啊、胸闷啊、大便黏腻啊、舌苔白腻啊，然后又合并有中广身材啊、癌症家族史啊，那就是更要积极的保健预防。我们要做一些防癌的养生。尤其呢，台湾呢是湿热海岛气候的环境，那饮食习惯又很爱加糖，又很爱重口味，就更容易导致痰湿体质不停累积化生。如果这些人啊，你就是真的要好好注意一下，不要吃糖，不要吃高脂的饮食，生冷冰凉的食物，这些啊，其实都会造成脾胃的运化不良，又导致水湿。然后呢，你又容易有这些癌症家族史啊，其实就是对你身体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很多人都是工作久坐不动，更容易生成这些癌肿。所以这些人除了饮食的调控之外呢，我会建议说，每个礼拜至少呢要让身体大汗淋漓2次，排汗除湿，有助于体内的循环。我们针对阳虚、血瘀、痰湿这3种体质呢，有一些保健的方法，我们就一一的来说明。首先，阳虚体质的人呢，你可以吃五加皮，可以抗癌，强化身体的机能。它的功效比较温和，又比较不会化火，又有祛风湿、利水、消肿解毒的功效。那五加皮呢，搭配黄芪，气虚阳虚的人呢都适合吃。那阳虚的人呢，我会建议说，你可以泡泡脚，治疗肾阳虚，治疗腰膝酸软，驱寒湿。我有个肾固腺癌的病人啊，因为他打荷尔蒙的治疗的关系呢，打完之后冬天就手脚冰冷，很不舒服。我会开一些补肾阳的药包，里面呢就会有仙灵皮啊、仙茅啊、当归、何首乌、川穹、艾叶，那把它煮成汤呢之后呢，让他去泡脚。那一阵子之后呢，不仅癌指数下降，他觉得生活品质也变好，精神体力也变好了。
还有啊，血瘀的人啊，他其实容易身体容易忧郁啊，情绪就容易化不开，身上很多小瘀点、瘀斑，那很容易有什么肝的囊肿啊、肾的囊肿啊、甲状腺的囊肿啊、乳腺增生啊、子宫内膜异位啊、子宫肌瘤等等，长了一堆。我建议呢，就是可以喝山楂茶，山楂呢可以活血化瘀，也可以把它拿来煮粥、煮茶，也有健脾的功效，或者是呢。喝点花草茶，我们推荐就是无农药的有机的玫瑰花茶。那玫瑰花茶呢，再加上合欢皮，可以泡茶喝。经前不舒服的人都可以喝。合欢皮呢就有开心解郁的功效，玫瑰呢可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这蛮适合这些呢心情不好啦、血瘀体质啊、身上到处长肿块的人去喝。再来就是痰湿饮食的人呢，可以吃点四神汤，加点你喜欢的，比如说像我喜欢猴头菇啊、杏鲍菇啊，就可以配合四神汤，一个月呢喝个2、3次。那你喜欢多点莲子、多点薏仁、多点糙米，把它煮成粥也很好，就可以健脾啊、养生啊、补气，这样就可以达到呢化痰湿的效果。想要防癌呢，基本的饮食守则要避免过度的高油高脂的饮食，腌制腐败的东西都要避免，抽烟喝酒呢，当然更要戒掉，这些都是诱发致癌的因素，我们都把它避免掉。大学汉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